荆州清源山脚下清河村。哎，你过去看看是不是这儿啊？哎，里面有人吗？有没有人呢？连着喊了5、6声，就在婆子已经不耐烦的时候，院内的门被推开了。你这该不会是弄错了吧？哼，来了。她是京城显赫豪门盛国公府嫡出的姑娘，出生时赶上京城战乱，她母亲慌乱之下将她塞给奶娘，带回老家避祸。3年后战乱平息，国公府找过来要把姑娘给接回去，可实际上被接走的却是奶娘的小孙女。她这个真正的国公府嫡女呢，早早被奶娘毁了容貌，丢进了山里自生自灭。幸亏村里打猎的猎户听到哭声将她救回，不然那时她便死在了山里了。之后她便靠着村里人的救济，磕磕绊绊地长大。直到10年后，那奶娘的儿子有次喝多了酒说漏嘴，才牵扯出这桩密心。国公府查明真相之后，又回到村子，将她这个亲生女儿给接了回去。几位有何贵干？这身量看上去都不足10岁，说是13岁，这谁信啊？模样轮廓倒是有几分像，这脸上戴的是什么玩意儿？算了，带走。丑八怪，丑八怪！几道声音响起，陆泱泱冲着声音看过去，见是几个衣着不俗的小孩子。五哥哥，这个丑八怪该不会真的要来我们家给我们当姐姐吧？我不要，她长得那么吓人，我和我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死？那男孩紧绷着唇，冲着刘嬷嬷喝道：刘嬷嬷，你确定你没有记错人吗？这种乞丐也配进我们国公府吗？五哥哥说的对，让他滚，臭乞丐！哎呦，我的祖宗哎，这可是在外头，可万万不能被人看了去啊！奴婢先带人进去收拾一下，再去拜见老夫人。臭乞丐，丑八怪！他脸上那疤真是比癞蛤蟆都丑，他怎么比得上云珠姐姐？真恶心！陆泱泱目光淡淡的扫过他们，冲着那个领头的迅速抬手，啪的一巴掌朝着他脸上扇了上去。你给我听好了，我才是你的亲姐姐，觉得这疤很丑是不是？那你们给我听着，我脸上这疤是你们那位云珠姐姐的亲祖母，在我幼时拿着烙铁生生烙上去的。你们在做什么？公爷，奴婢是奉老夫人之命接姑娘回府。国公爷，他的父亲。既然接回来了，那就好好安置吧。说完，他便抬腿带着人大步离开。除了扫过的那一眼，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留给陆泱泱。你竟然敢打我，我要打死你！陆泱泱抬脚就给他踹出去2米。来人，把他拿下！哎呦，吴少爷啊，老夫人在等着呢。我们且先去见过老夫人，再请她做主也不迟啊。哼，我要让祖母打死你这个丑八怪！哼，姑娘，我们快些走吧，我带你去见老夫人。跪下！老夫人李氏冲着陆泱泱沉声喝道。陆泱泱迎着他的视线没动。放肆！我念你自幼流落在外吃了苦，才换人将你接回来，你竟不知感恩，公然欺辱自家兄弟，我盛家可没有你这等教养。欺辱？老夫人说的是，你的好子孙们拦在门口冲着我又打又骂，那看来我倒真的是你们盛家人了，不然也不会有这等教养。牙尖嘴利，牙尖嘴利，拉出去，拉出去！此女目无尊长，不替弟妹，既还没有认回来，往后也不必认了。
这是他的母亲。陆泱泱艰难地将他拉开，目光又凝聚到老夫人身上。我不姓盛，我叫陆泱泱。泱是哪个字？大伯母，他一个在乡下长大的，知道字长什么样吗？沾笔落笔，为水泱泱的泱。我可能不认字，但你想必也没学过《诗经》。你，乡巴佬，你胡说什么呢？四妹妹，母亲自得知泱泱妹妹受苦，忧思成疾，你怎么能这么说泱泱妹妹呢？三姐姐，往后我说她的时候，你可最好是少插嘴，不然这乡巴佬还不一定算谁的，你说是不是？三姐姐，国公府三姑娘盛云珠。是了，在被奶娘扔进山里之前，陆泱泱还有个名字，叫禾草鸭。这也是眼前的这个盛云珠上一世的名字。重生之后，他知道国公府要来人，便从会说话开始就抢走了珠珠这个名字，然后让奶娘毁了陆泱泱的容貌，让陆泱泱成为草鸭。他说的没错，乡巴佬这3个字到底说谁还不一定，你说是吗？禾草鸭。你想问我是不是跟你一样重生了吗？盛云珠惊得站不稳，身子一软，险些跌倒在地上。呀，这布料可当真是了不得，真是轻盈又脆弱。就是不知道这偷来的料子穿在身上是不是真有那么舒服，你说呢？你母亲送我走吧，我千不该万不该，当年年幼不知事，占用了妹妹的东西，我走就是了。珠珠，这与你无关，你当年年幼。夫人这话说得很是有理，她当年年幼，所以我当年3岁高龄被人按着毁了容，扔进山里自生自灭，都怪我年纪太大，懂得太多，才被人抢了身份，活该去死。泱泱啊，娘亲不是这个意思，是娘亲不好，是娘亲当年疏忽了，你要怪就怪娘。那不然呢？夫人是觉得我不该怪你吗？我够了，把他送。不可。夫君，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求你留下泱泱吧，他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母亲，国公府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既然接了回来，便按照之前所说改了名字，继承族谱。你们想给我改名字？盛国公皱眉看向他，陆泱泱丝毫不惧他的目光，反而是目光一转。那他呢？既然我是国公府血脉，那他这个冒牌货如何处置？应该是要改了名字，清出族谱，送走吧。休得胡言！泱泱，珠珠在盛家多年，待你承欢膝下，当年的事情并非她的错，往后你们姐妹一起什么？一起给你们当好女儿？是我看起来很像冤大头吗？跟偷了我人生的人姐妹相称，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告诉你，休想！孽障！如此孽障，留他做甚呢？啊！将他远远的送走，再别回来。哼，我也不稀罕。陆泱泱扭头就走。站住！你想如何？很简单，我可以留下，但我陆泱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不上你们盛家族谱，除非你们现在把这个冒牌货赶出去。祖母、父亲、母亲，是云珠福薄，不能继续给你们见笑了，你们把云珠送走吧，我本就该给妹妹让位。珠珠，你别这么说，你这不是在剜娘的心吗？好，
那便依你所言。你既不愿入族谱，那往后你便只能是盛家的表小姐。如此，你可不要后悔。宁可选择一个仇人之女，都不要亲生女儿。你们都不后悔，我有何可后悔？给他安排个院子，你们都出去。洋洋，你跟娘走。哎，那丫头那副样子，要在外养得野了，你何苦要多此一举留下她呀？啊，婶儿，京中又无人知晓，便当没有这个孩子。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留在家里，将来即便闹出来，也有个说法。若是被有心人利用，更难预料。太子伤了腿，怕是难以痊愈了。早先皇后娘娘在世时，跟兰氏提过亲事，这事儿皇上也知道，原本是桩好事儿，但如今若皇上旧事重提，总要择一个嫁过去。啊，我知道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哼，我当然是来夺回属于我的东西，你说呢，小抛？盛云珠嘴唇蠕动，脸色煞白。这时，院子里传来下人的声音：“五少爷！”盛云珠死死地盯着陆泱泱，然后抬手重重地冲自己脸上打了一巴掌。妹妹，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要打要骂我也认了，我只是来给你送东西，你何苦这么羞辱我？你这个丑八怪，你敢打我姐？陆泱泱笑出了声，他揉了揉手腕子，站了起来，冲着两人走过来。你干什么？直接一个抬手将人给扔出了门。你到底要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说我打了他吗？那你们姐弟俩给我好好看清楚了，我陆泱泱要打人，只一巴掌怎么能够呢？我这张脸可是被你亲祖母给毁掉的，我若要动你，起码也得是把你这张脸给生生划烂了才对，不是吗？你快住手！不然我这就告诉母亲去，把你……快点去呀！今日你若不把我赶出去，我就先划烂他的脸，再打断你的腿。你知道我小时候被扔进山里是怎么活下来的吗？山里有狼，有野猪，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会遇见熊瞎子。我得跑得比他们快，下手比他们咬断脖子猎物的力气还要狠，我才能活命。而这一切都是拜你这个好姐姐所赐，所以现在知道怎么跟我求饶认错了吗？何草鸭。盛云珠尖叫一声，两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真恶心，这么容易就吓尿了，看来真是做了不少亏心事啊。哼，小结巴，把你的废物姐姐给我拖走，记住了，以后想踏进我这个门，跪着来，给我滚！姑娘，我少爷是家中最受宠的，脾气也是有些大，你招惹他。话没说完，但陆泱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提醒他招惹了一个不能惹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啊？在这里做什么？啊，奴婢叫袁杏，是被派来伺候姑娘的。袁杏。陆泱泱打量着这张白面馒头一样圆润的脸，心说这名字倒是挺贴切的。谁派你来的？姑娘，你别赶我走，奴婢能干活的。起来吧，我饿了，你带我去找点吃的。姑娘，你在这等着，奴婢去厨房给你拿回来。咱们府上的3餐都是去大厨房取了带回来的，若是想开小灶，给点银子就成。我没有银子，我就吃大厨房的就行。那姑娘你等着，奴婢去取就来。陆泱泱畅想着美好生活，只觉得肚子更饿了。他抬头看了看都要暗下来的天色，忍不住嘀咕：这袁杏怎么还不回来？姑娘，
他们说姑娘是表小姐，要紧着府里的主子们先来，最后只给了奴婢一点窝头和剩菜。姑娘对不起，是奴婢无能。哼，一帮不长记性的废物。大陆，我亲自去找他们。姑娘，要不您去找夫人吧，夫人一定会给您做主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您毕竟是夫人的亲生骨肉。不，去厨房。哎呦，点翠姑娘，您是没看见，那乡巴老院子里的胖丫头在这等了小半个时辰，就带走了几个杂粮窝头，跟一盘子我们吃剩下的鸡骨头跟菜叶子，还跟我们哭呢，说他们家姑娘怎样，真是笑死人了。照我说呀，那乡下丫头怕是杂粮馒头都不见得吃过，瞧那黑瘦的模样，跟个泥猴子投胎似的。如今能吃上咱们国公府的剩饭剩菜，也是她的造化了，您说是不是？可别这么说，咱们家姑娘最是心善了，若是听了可不得心疼那乡下丫头。去问一声，姑娘的燕窝炖好了没有？姑娘这几日因着那丫头的事情可没少伤怀，可要给她好好补补。好了好了，我这就去给端过来。上好的血燕呢，也就咱们姑娘这样的明珠才配得上这样好的东西。姑娘，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没错，是太过分了。刚才是谁把晚膳给你的？就是她，杨婆子。看来我可是半点没说错，这乡下来的野丫头果然就是泥猴子一个。瞧瞧这模样，比城里的乞丐都不如，脏成这样还敢来厨房。这里的吃食可是要给府上的主子们享用的，这乞丐身上不定带着什么病呢，赶紧出去，别脏了地方。就是，听说那些乡下的孩子一年都不洗一次澡呢，看他这脸黑的，指不定多久都没洗过了，真是恶心。哎呀，这可怎么办啊？我家公子可是有洁癖呢，若是他知道这样的人来了厨房，怕是饭都要吃不下去了。臭乞丐，还不赶紧滚出去！你们怎么着，小崽子，你还想打我不成？可我告诉你啊，我这手里拿着的可是三小姐要的血燕，价值千金，你若是碰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杨婆子肥胖的身子瞬间扭曲成一个诡异的姿势，在凄厉惨叫声中扑通跪倒在了地上。我不配是吧？我不配你配？那你今天就把这些你嘴里的得了大造化的国公府的剩饭剩菜给我一滴不剩的吃了。杨婆子想反驳，但是嘴里被塞着馒头，眼泪都出来了，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住手！你们这是在闹什么？国公府现在是兰氏当家，但是厨房却是二房管的。现在担任厨房管事的正是王氏身边的陪嫁嬷嬷姚嬷嬷啊。奴婢姚家的见过表小姐，奴婢现在担任厨房的管事，表小姐要是有什么不满的，尽可以提出来。现下正是厨房忙碌的时候，若是冲撞了表小姐就不好了。表小姐还是先回去休息，待奴婢去禀明了二夫人，再亲自上门给表小姐赔罪。说是赔罪，却没有半点歉意的态度，反而是带着警告。陆泱泱才第一天来国公府，从进门到现在，这已经是数不清第几波欺辱了。明明他才是这个国公府里名正言顺的主子，结果这连府里的一个下人都敢指着他的鼻子骂他臭乞丐。你住手！你这样会闹出人命的。人命？国公府一个奴才的命值几个钱？我就是要了他的命，能如何？也就是那么一瞬间，姚嬷嬷的冷汗瞬间就滴了下来。别说是那杨婆子的命了，就算是她的命，在国公爷面前也一文不值。哎呀，表小姐恕罪，是奴婢办事不力，求表小姐责罚。往后奴婢定会约束厨房，绝不会再发生今日之事，还望表小姐能给奴婢一个赎罪的机会。
求表小姐手下留情，今日之事，奴婢一定会禀明二夫人，严肃处理。是吗？是，奴婢这就叫人把杨婆子带到二夫人那里去。好吧，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本姑娘就给你这个面子。陆泱泱一副很好说话的模样，点了点头，但是手上的动作却半点没停，丝毫没有放开杨婆子的意思。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竟是半点不漏的捏着那盘菜，生生给杨婆子灌了进去。我这个人呢，在乡下长大，没什么见识，最见不得的就是浪费。这碗可是价值千金的燕窝呢，给我一口一口舔干净了。去告诉你们那位尊贵的三小姐，她忠诚的狗已经帮她把燕窝舔干净了。想让人赔的话，可别来找我，我赔不起。围观的那么些人，却一个个面色清白，谁都不敢多吭一声，生怕下一个如同死鱼一样被踩在脚下的就是他们。我的晚饭呢？哎，奴婢这就亲自去给您准备。回到小院里，陆泱泱洗了手，迫不及待地让袁杏把菜都拿出来，摆在院子里的石桌上。2个食盒，整整8道菜，还有点心跟燕窝，色香味俱全，陆泱泱眼睛都放了光。哎，你这哪来的小乞丐？怎么敢光明正大的跑到国公府来偷吃啊？陆泱泱吃得正开心，被人打断，有点不高兴的转头，朝着墙上瞥了一眼。还坐着做什么呀？吃啊！姑娘，你要不要去用筷子？我平时不这样的。姑娘，你受苦了。嘿嘿，小乞丐，我叫你呢。他叫你姑娘，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啊？来打秋风的穷亲戚吗？你别胡说，我们姑娘才不是什么穷亲戚呢。我问他呢，又没问你。喂，小乞丐，你知不知道？陆泱泱吐了一块骨头出来，筷子夹着那块骨头往后随手一抛，少年直接从墙头滚了下来，腿断了都不安分，活该！哎，小乞丐，你想干什么？陆泱泱弯下身，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给摁到了土堆里。少年猝不及防地吃了一口土。再让我听见你喊一声小乞丐，我把你另外一条腿也给打断了。陆泱泱扫了一眼少年那歪曲着的腿，想了想，弯身握住少年的脚踝，突然一个用力，只听见咔嚓的一声。少爷，你没事吧？少爷，你在哪儿呢？你什么你啊？我可是好心帮你正骨的。你从墙上摔下来，本来断腿就没好，这么扭一下，要是不及时正骨，你这条腿都得废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没钱赔你，所以你也少讹我。照我看呢，你们这群什么高门大户的人才是没礼貌。我吃你家的饭了吗？你说我小乞丐？啊，我叫颜月，对不起啊。颜月看着那道瘦弱的背影，莫名的有点惭愧。哎，你的脸怎么了？是受伤留疤了吗？我认识很多有名的大夫，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你要是盛家的亲戚，怎么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不然我让人给你送一点。我刚才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你吃东西好玩。颜月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有谁这么狼吞虎咽的吃东西的。唯一有印象这样的，就是街边那群抢食的小乞丐，他见过一次。你说完了没有？颜月刚刚说的起劲，见陆泱泱看过来，又有点尴尬的满脸通红。你，下次再翻墙，我就直接给你扔回去。哇，姑娘，你也太厉害了吧！你累了没？我去给你提热水洗漱一下。陆泱泱点点头，折腾了一整天，是挺累的。
哎呦，大嫂，您可快别起来了，你这身子还没好，何该好好养着才是啊。我实在是不该这么晚来打搅大嫂的，哎呀，是我这心里难受啊。这甭管对着外头怎么说，可咱们可都知道，泱泱那丫头可是大嫂你的亲生骨肉，那就是放在心尖尖上疼着也不为过呀。我这听说她受了委屈，可是半刻钟也坐不住，赶紧来给大嫂赔罪来了。泱泱，出了什么事儿了？大嫂是知道我这个人的，我呢管着厨房，平日里最是公正不过的了，只是这厨房事儿多，难免疏漏。今儿个泱泱的丫头去厨房取晚膳，碰上那杨婆子，也不知是犯了什么失心疯了，竟是拿了几个下人都不吃的窝头跟一些剩菜，就把人给打发了，气得泱泱啊直接找到厨房去了。什么？大胆的奴才，谁给他的胆子，竟敢如此怠慢我们国公府的姑娘？哎呀，大嫂许是不知道，那杨婆子呀，从前在府里做事，走的是那位何奶娘的路子，素来把三姑娘呀放在心尖上捧着的。这拿泱泱撒气儿的事儿，我属实也没想到啊！哎呦，真是委屈了泱泱那孩子。我这边给大嫂和泱泱啊赔罪了，那杨婆子我也给大嫂你带过来了，如何发落都听大嫂的。王氏给方嬷嬷使了个眼色，方嬷嬷急忙将带来的东西呈上来。大夫人，这是我们夫人给泱泱姑娘的赔礼，多谢弟妹告知此事。往后我这边每日单独拨2两银子给泱泱加餐。哎，大嫂且尽管放心，泱泱那孩子呀就是太瘦了些，我这就吩咐厨房保准啊给泱泱养的白白嫩嫩的。王氏欢天喜地的走了。这一趟既收拾了杨婆子这个仗着盛云珠在厨房里吃里扒外的横货，又从兰氏这里拿到了好处。夫人，二夫人这是故意朝您要好处呢。姑娘，表小姐她年纪还小，哪里就吃得了那么多银子了？唉，我怎会不知她的心思？我若不出些银子，往后若厨房再怠慢泱泱，我又如何能时时顾及到泱泱这才回来头一天便受了这样大的委屈？我生她出来时受了惊，都不曾来得及好好看她一眼，就让她遭了那样的罪。原本想着能好好补偿她，却怎么也没想到，到头来竟是夫人，您别太自责，谁也不希望如此的。那个杨婆子，去给我直接拖出去杖毙了！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这样怠慢我的女儿！夫人，三姑娘来了。母亲，是我对不起妹妹，您把我送走吧。母亲，您原谅猪猪，猪猪日后怕是不能继续在您身边尽孝了。妹妹那样恨我，我自知是不能再继续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母亲，把我送回村里吧，往后余生不会常还欠妹妹的债。兰氏心疼的不行，下意识的就把人给揽到了怀里，只是正想要安慰几句，就想起来刚刚的事情。泱泱，她的亲生女儿，在乡下过了10多年的苦日子，如今回到自己家里的头一天，亲人没人认，连送过去的饭菜都是剩饭剩菜。现在怀里抱着仇人的孙女，满是不舍和心疼，那谁抱着她的女儿呢？猪猪，母亲知道那时你还小，泱泱的事情怎么也算不到你头上，你且安心便是了。慧心，扶我去休息。母亲。三姑娘，夫人今日实在是不舒服，您体谅些。盛云珠愣愣地看着兰氏的背影，心里咯噔了一声。那杨婆子是她特地安排到厨房去的。这个陆泱泱跟上一世那个温婉大方的盛云珠根本就不像，不是一点都不像。父亲和祖母最看重利益，
他可比那个毁了容的陆泱泱管用，所以短时间内是不会舍得动他的。但是母亲一向柔弱，耳根子又软，若叫他偏心了陆泱泱，还不知道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盛云珠目光落在桌子上喝了一半的药碗上，眼眸暗了暗。袁姓呢？奴婢慧心见过姑娘，奴婢是自幼跟在夫人身边伺候的，您称奴婢慧嬷嬷便好。有事吗？姑娘，这是奴婢的妹妹沈慧清，是姑娘的教养嬷嬷。除此之外，姑娘身边还需要4个大丫鬟，6个2等丫鬟，以及8个3等丫鬟，还有几个院中负责杂活的婆子。袁姓呢？姑娘若是喜欢袁姓，日后便让她做个2等丫鬟，给姑娘跑跑腿。不用，我既然名不正言不顺，也不白浪费你们的人伺候，留下袁姓一个就够了。姑娘若是不想被人打扰，不留下他们也无妨。但是姑娘日后要在大宅院里生存，若事事都不懂，难免不方便，还是让慧清留下来，帮您安排一下院子里的杂事吧。姑娘也好腾出时间来学习。国公府里的姑娘呀，是要去书院里读书的。姑娘既然回来了，也不想往后一直躲在院子里不见人吧。陆泱泱皱起了眉心，她确实没考虑过这些，可陆泱泱是想要去学习的，她想读书。多谢慧嬷嬷提点，那就让这位姑姑留下吧。当不得姑娘一声姑姑。既然姑娘愿意慧清留下做你的掌事嬷嬷，那往后便称呼她沈嬷嬷吧。奴婢就不打搅姑娘用早膳了，奴婢告退。慧嬷嬷做事干脆利落，将其他人带走之后便离开了。陆泱泱这才发现外间的小厅里还堆了一大堆的东西。这是什么？回姑娘，这些都是夫人亲自命人挑选送过来给姑娘的，还有一些是昨夜里二夫人因为厨房的事情给夫人送过去，指明了要给你的赔礼。这些东西值钱吧？夫人送给姑娘的自然是最好的。那就好，那就好，收拾收拾，都给我拿出去卖了，换成钱给我。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留着有什么用啊？还是换成钱最重要。切，土包子就是土包子，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要把长辈送的礼物拿出去换钱的。有事？我是盛云娇，行4。哦，你先出去，我有话跟你们姑娘说。沈嬷嬷看向陆泱泱，陆泱泱点了下头。怎么，你想打我？不，我们联手吧。你说什么？我说我们联手。我最讨厌盛云珠那个假模假样的样子了，你才是国公府的底千金啊！我们联手把他赶出国公府，让他滚回那个小山村去，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那你答应？那你给我多少钱？盛云娇脸长得通红，跟只被人捏住了脖子的鸭子似的，震惊地瞪着陆泱泱。怎么不给钱啊？那你找我干什么？不是你这个乡下土包子，沈云珠抢了你千金小姐的身份，你不想着把她赶出去，你还管我要钱？是你说要找我联手的呀，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跟你联手？你不给钱，难不成想白嫖？你们城里人也不大方啊！我跟你说，我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合作的。我告诉你吧，你昨天晚上在厨房闹事的事情已经传到祖母耳朵里了。祖母一向最偏心盛云珠了，你等着吧，不出1刻钟，刘嬷嬷肯定要来找你。她的话音才刚落下，门外就传来了通报声：姑娘，老夫人院子里来人了，请姑娘去一趟。我知道了。然后继续去看那堆礼物，心里盘算着能捞多少钱。你还有心思看这个？我跟你说，祖母必定是要罚你。你聪明的话，待会儿就认个错，服个软，先糊弄过去，或者你干脆装个病。
哎呀，四姑娘也在啊。表姑娘，老夫人请你过去一趟。表姑娘日后在府里住下，少不得要遵守咱们府上的规矩，还请表姑娘跟奴婢走一趟吧。刘嬷嬷说的是，我们姑娘去给老夫人请安是应该的，只是还请嬷嬷通融下。我们姑娘初来乍到，昨儿个时间晚了，还没来得及收拾，这连身合适的衣服都没有。不如嬷嬷先回去跟老夫人说一声，待我们姑娘收拾好了，再过去给老夫人请安，免得冲撞了老夫人。刘嬷嬷倒是不着急，但是架不住一大早盛云珠就红着眼睛去老夫人那里哭了一通。这何府都知道，盛云珠是老夫人的心尖家，即便是闹出真假千金的事情，盛云珠的地位都没有丝毫变化，孰轻孰重一比就知道了。那是自然。那奴婢就去旁边花厅等一会儿，等着姑娘。只是老夫人已经在等着了，还要劳烦姑娘快着些。陆泱泱，你既然已经入了国公府，就要遵守国公府的规矩。穿成这样子出门，你是在打谁的脸呢？啊！今日叫你过来，就是要教一教你规矩。没想到你如此顽劣，丢人现眼。冯嬷嬷，去请家法过来，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长记性。李老夫人气得脸都黑了，今日这是碰巧来的是自家女儿，可即便如此，也是有客上门。陆泱泱竟然这副样子就敢出门，若是传出去，岂不是外面到处要说国公府刻薄上门的亲戚？母亲啊，这位是……一个……李老夫人话到嘴边，想说这就是个没用的东西，但是记着儿子的嘱托，眼前这又是亲生女儿，隐瞒也没有意义。他是你大哥的孩子，那会儿京中动乱没能接回来，前些日子才找到，只这丫头啊倔得很，不肯认祖归宗，便先将她留在府上了。李老夫人短短几句话，甚是惊疑不定地看着陆泱泱。好孩子，我是你姑母，头一次见面，没来得及准备见面礼，改日给你补上。谢谢姑母。母亲，既然是自家孩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也不是他的错。至于衣服什么的，向来也是才来，针线房也没准备好，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家法就算了。冯嬷嬷规矩好，好好教教他便是。行了，既然你开口，那今日就算了，家法免了，规矩却是要学的。冯嬷嬷，带他去祠堂里跪着，什么时候把盛家的规矩给记牢了，什么时候让他回去。是。冯嬷嬷素着一张脸走到陆泱泱跟前。表姑娘，请吧。陆泱泱站着没动。老夫人，我又不姓盛，为何要学你盛家的规矩？反了你了，不服软是吧？冯嬷嬷，上家法。盛氏张了张嘴想求情，但是他清楚李老夫人的脾气，想了想还是没有再出声。冯嬷嬷很快拿了藤鞭过来，给我打，打到他听话为止。冯嬷嬷抬起鞭子就要抽陆泱泱，陆泱泱就跟背后长了眼睛似的，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动的，倒是冯嬷嬷被这股力道给带了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反了，来人，给我摁住他。跟着刘嬷嬷去接陆泱泱的那两个仆妇立刻进来，上前就要按住陆泱泱。还有多少人？放马过来吧！你们盛家的规矩我是不懂，但我陆泱泱的规矩，今儿个就来给你们讲一讲，别来惹我。他从小就不知道别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的规矩。谁敢打他一巴掌，他必然10巴掌还回去。你祖母你怎么了？祖母，你快消消气，身体要紧。太医叮嘱过的，您可千万不能随意动气的。我还不是被这个孽障给气的。
仗着在乡野之地练了把子力气，就想在国公府里耀武扬威？谁给你的胆气呀？啊！去，给我请国公爷来。其实，我若不给他个教训，日后惹出祸来，怕不是要连累我国公府满门。祖母，这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泱泱妹妹，害得她没能在国公府长大，才会坏了国公府的规矩。祖母连我一起罚了吧，就当是我替泱泱妹妹赎罪了。表姐，哪里就是你的错了？分明就是这个丑丫头嚣张跋扈，故意气歪祖母呢。慧表妹，可别这么说，泱泱她不是故意的，这事儿是我的疏忽。我昨日给泱泱妹妹送衣服，却没来得及问她是否喜欢，便做了主。想来是讨了泱泱妹妹的嫌弃，她才没有穿，都是我大意了。她一个乡巴佬，她懂什么呀？你给她送衣服，她竟然还敢嫌弃。我说三姐姐，你可真好意思啊！你现在吃的用的哪样不是抢得泱泱的？你给她送衣服，送的什么衣服啊？你穿剩下的吗？你倒是在这府里养得白白胖胖的，你穿过的衣服怕不是能套下泱泱2个了，穿她身上怕不是跟麻袋似的。她不穿自己的衣服，披个破麻袋出门吗？你可真有脸说啊！盛云娇本来是站在一旁看乐子的，没想到盛云珠依然这么不要脸。他想到方才在陆泱泱那里见到她那身不合身的中衣，现在听了盛云珠的话也回过味儿了。就盛云珠这个绿茶婊，他能安什么好心？他怕不是早打算好了，就没送一件合身的衣服过去。无论陆泱泱今天穿什么，都是失礼的。是四妹妹说的是，都是我的错。我只想着我与泱泱一般大，才急切地将我这季度新做的衣服都巴巴地给泱泱送过去了，没想过是我的错。那不然是谁的错？够了，你给我住嘴！谁叫你这么跟你姐姐说话的？你的规矩学哪儿去了呀？啊！去把家规给我抄10遍，明日让你母亲亲自给我送过来。是祖母。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事的话就别耽误我回去睡觉了。往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最好也别去打搅我。我对你们盛家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放肆！国公爷到！陆泱泱转头往外走，他过来就是要声明一下，往后没事最好别打扰他。话说完了，他才懒得在这儿浪费时间。结果刚走到门口，便感觉到一股凌厉的掌风冲着他袭来。你确实是有几分灵活，但国公府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那点三脚猫的拳脚，若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你什么都不是。要是仗着自己有点野路子的功夫就用到自家人身上，那我也不介意亲自教教你什么是规矩。盛国公冷眼看着趴在地上的陆泱泱，那眼神不像是在看女儿，而是在看一样物品。是我技不如人，我认输。国公爷，严家的小侯也来了，说是来给陆姑娘赔礼。哎，快放小爷下来！这么背着算怎么回事？还丢死人了！哎，赶紧的，放我下来！众人顺着声音望去，颜月都已经进了院子，只不过是被个侍卫给背着，这会儿正挣扎着要下地。颜月见过盛世伯，见过老夫人。世伯，这是一大早给老夫人请安吗？盛国公淡淡的点了下头。颜月开始冲着陆泱泱挤眉弄眼。